黑神话悟空游戏全程没有提及老猴子的真实身份，但老川认为他就是金蝉子。为什么呢？老猴的隐神图中如此写道。有人说他是观音，有人说他是菩提，有人说他是悟空，还有人说他就是一只无名老猴。天庭的神仙说他在赌，灵山的佛祖说赌就难免会输。他说自己没有赌，也没有输，他只是在等天命人回来，给他讲讲路上的故事。那么先不谈老猴自己的目的啊，天庭和佛祖认为老猴子在赌什么呢？目前游戏已经发现2种结局。第一种结局，通关所有隐藏地图并成功挑战二郎神，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个正面角色，对大圣的死耿耿于怀，偷偷将悟空6根中的意存放在自己的第3只眼中。当主角击败他，他就会释放悟空真正的意给主角看，也会明白当年悟空一心求死的原因是为了把他的精神延续下去。二郎神说，那一战后，直到今日我才明白，那一道箍困不住他，以肉身之死换意念永续。我的心结已经解开，但愿你不会辜负它。完成这段隐藏任务，通关之后，老猴不需要再将紧箍戴在主角头上，因为主角已经继承了悟空的意，所以会在最后咧嘴一笑，眼放金光，走马一生。第二种结局是不打隐藏 BOSS 二郎神，那么主角对悟空真正意的了解是缺失的，只是茫然地继承了空有力量的5根。进入下一周目，你也能看到紧箍就是那个意。但是这是悟空的意吗？不对，这是神佛给他的意呀！悟空从始至终都想摘掉紧箍，甚至最后一句话都是张开你的口眼，把这就摘下来给你看。但为了保证6根齐备，老猴子在结局时还是会长叹一声，然后把紧箍戴在主角头上。现在明白天庭口中的赌了吗？没错，老猴子不能决定主角是否能真正领悟到悟空的意，他能做的只有不断引领主角去追寻悟空的脚步。现在明白佛祖口中的是赌就难免会输了吗？对，天命人中一定会有没领会到或者领会错了悟空意的存在，在茫然中被戴上紧箍，再次被操纵。现在明白老猴子说他没有赌也没有输了吗？因为他知道总有那么一个会继承悟空的意，不需要每次，只需要一次。游戏中提到赌斗和输赢的桥段，还有小西天过场动画的结尾，黄梅以命为赌注，倒果为因的去正因果人心，只为争个输赢。而金蝉子说的却是，师兄你如此执着输赢，真是可笑可悲。没错，游戏中金蝉子的态度和老猴是出奇的相似。你们关心的赌斗与输赢，我从来都不在乎。虽然老川很不想把其他游戏设定带入黑神话，但是这里即视感太重了，不得不提。斗战神中，金蝉子质疑佛法，认为神佛不应该操纵凡人的命运，于是和如来打赌，独有人能超脱神佛的掌控，那个人便是悟空。但后来悟空失败，被压于五行山下，金蝉子便自毁修为，转生成凡人，以展现自己要和世间最苦难者站在一起的决心。这个情景在黑神话中也有暗示。小雷音寺初见黄梅时，他说很久以前我和金蝉子是同门，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霞光瑞霭，山下苦困天灾。他说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凭什么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能磕头烧香？后来他重入轮回，收了徒弟，最后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自己也躲了起来。可是各位想一想，这个在黄梅口中人心大爱，在动画里善恶明辨的智者，真的会在悟空死后躲起来吗？游戏没有明确交代金蝉子的去向，却在老猴身上映射了他的行为逻辑，不声不响，恰如其分。有人说他给主角戴紧箍，他就是神佛的走狗，是坏的。但其实不是，如果你真的看懂了小西天的动画，你就会明白，他只是不想像黄梅那样先钓鱼执法，然后论证七情六欲才是天道。他只是把选择权交给了主角自己。那个金蝉子仍然是那般不关心输赢，仍然是那样再一次和世间最苦难者站在了一起。